你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电梯里突然遇到一个陌生人，虽然他没你高，没你壮，但是却给你带来一种压迫感。为什么有的人让你一看就喜欢，有的人却让你一看就讨厌？为什么性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有的人始终光彩四射，有的人却终日萎靡不振？为什么在早晨和傍晚时比较冷静，中午前后却最容易烦躁？为什么人总是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屋子里？为什么人在悲伤的时候喜欢到树下静坐？为什么老人喜欢养宠物？人与人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如果你希望改善自己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并进而调整你与周围之间的人际关系，那么今天这个影片你一定要耐心看完。人有一种隐形的影响力，不屑于外在。有些人就是能在举手投足之间散发一种能量，在不知不觉中吸引别人的目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就可以改变整个空间的氛围。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什么影响？为什么有自信的人往往让我们感觉到更大的气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这个隐形的力量，气场。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气场是一种行为态度，还是一种物理上的能量场？气场带来的压迫感并不是来自你穿着很得体，或者说话抑扬顿挫，眼神有杀气这些表面功夫，而是来自你识别强者的第六感。气场虽然无形，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宛如万有引力般左右着诸多的轨迹、观念、信仰、环境、食物、欲念、睡眠，皆能决定出你的气场，进而塑造出气质，左右着运气，乃至铸就了命运。倘若你拥有良好的气质，外表焕发的精神，兼具修养和道德，便能吸引美好的事物。反之，总是输出抱怨和牢骚，便会深陷负面的环境当中，不断地吸收消极因素。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们并非是被对手淘汰的，而是被自身的认知、自己的思想所击败。人类的气场就是一种环绕在身体周围的能量场，它以人的身体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发散。健康人的能量场在身体周围形成标准的椭圆或鸡蛋状，横跨各个宗教。就说古代的神或圣者的画像里面，他们头部或背后都有一个光芒。这个只是巧合，还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意识里实际看到的样子？对于气场，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经历，你一定有感受过。像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人群中总是特别的显眼，但有些人就是非常的隐形。当你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累，甚至有的时候你的直觉可能特别准，对方第一时间给你一种感觉，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本性可能跟他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样。
这些特殊的知觉可能不是猜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画布一样，一览无遗地真实展现我们一切状态，只是我们是否懂得如何去阅读而已。要了解这股力量，我们就要先快速了解能量到人体的运作。宇宙始于能量，只要有能量流动，就会产生向外扩散的能量场。早在数千年前，人体能量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哲学或者医学中，例如古印度阿瑞费陀的脉轮，或是中医里讲的气都提到，甚至是古希腊哲学中认为人体和宇宙都可以透过数学还有音乐频率来解释。人是宇宙和谐的一部分，通过特定的振动频率形成的。因为这些古老的概念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明确的科学根据，所以没有被世界重视。一直到20世纪初，随着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最终让我们发现真的万物皆能量。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能量在不同的运作频率中构成的。人们发现一个原子里面 99.9999 都是空的。你再看看你的身体，我们看到的磁体都是环绕振动的电磁场形成的。也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人，其实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触碰到他。进一步到更大的结构，从 DNA 到细胞，从大脑到各个器官、组织系统，全部都会在运作时候产生特定频率，还有它们生物电流。简单来说，你的身体不仅是细胞和器官组成的物理结构，从精微的量子到宏观的生物学来看，都是一个包含多种频率、不断循环、精密复杂的能量系统。这些发现揭开人体是怎么产生气场的秘密，还有气场的强弱竟然就和这些频率的同步性有关。医学上发现了一种心脑血症状态，通常会出现在人的意念和身心开始同步的时候，心率会牵动脑波，逐渐趋向一致的运作频率。这个状态会大幅提升彼此的效能，增强专注力、记忆，或是降低疾病、慢性发炎反应等等。显示一个人的身心状态会直接影响他能量表现。后来的研究更发现，人的能量不会只局限在身体内，而是会向外扩散。就像电器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电磁场，在众多能量里，心脏创造电磁场比脑波强大于100倍，而且这个磁场可以扩展到身体外几米的范围。它除了可以带动全身的器官进入共振状态，它也可以带动其他人进入共振状态。这就代表你的频率不止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到身旁的所有人。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直接展示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超巨的影响力，就是心智同步现象。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当你去那种香火很旺的庙里面拜拜，心里都会逐渐的感觉到平静。通常我们就会说是那边的气场很好，能量很好之类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率渐渐被那个地方的频率同化。科学家发现，当人们参加集体活动、音乐会或是冥想，心率
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开始同步。当你和你的爱人相处的时候，心跳也会逐渐同步，甚至是两个陌生人对坐，即使是在没有语言交流，也没有肢体接触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心率同步现象。要知道，每个人平常的安静心跳是可以差很多的。既然人在没有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就影响对方，这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在某个层面上都是有连结的，不断在彼此能量之间互相交流。所以我们常说，那些很消耗人的能量吸血鬼，会是那些会不知不觉让人充满活力的对象。他们散发的能量场都是真实、具有影响的，而且你的能量比你想象的更具有影响力。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身体运作、情绪表现和意识状态，这身心意三体的总和会呈现你的能量状态，而这个能量运作时所散发的能量场就是你的气场。无论是你产生的想法、你内心的感受，或是环境或其他人的介入，都会影响气场的变化，时刻呈现着你从内在到外在一切最真实的状态。如果能阅读一个人气场，你可以深刻地了解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因为这个能量场的波频不在我们可见光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通常只能感受到，没办法真的看到。还有大多数人都不是非常敏锐，不然每个人真的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了解气场形成方式，就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我们常说气场是一种行为态度上表现出来的，但其实我们行为上展现的气场，还有我们物理上展现的能量，实际上是完全吻合的。气场是一个扩散的能量场，也具有波的特质。你的个人频率会影响它的波动性。物理我们都学过，当两个不同的波接触的时候，如果波峰跟波峰重叠，就会形成相长干涉，使能量叠加。但如果波峰跟波谷重叠，就会被互相抵消，就像在玩荡秋千一样，如果推的频率对了，就越推越高，如果推的频率不对，就一直消减，能量当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碰到一个频率跟你很接近的人，就会形成刚刚说的相长干涉，会激发你的活力，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这种频率叠加的特性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气场？纵观所有宗教里，身上具有光辉的圣者，甚至是历史上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伟人，例如长期为贫困病弱的人群服务的特蕾莎修女，或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常被追随者形容散发着一种神圣的光芒或是灵性能量。就连贾博士都被人描述说，在演讲的时候会散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场，让周围的人都受到他影响或激励。他们全部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无论这个信念是来自灵性、仁爱、智慧、使命或相信自我的力量，当一个人拥有坚定的信念，他所相信的，他心里感受到的，他的情绪状态
牵动身体的能量变化都会逐渐趋向一致，也就是身心意三体的频率都产生同步性，就让四能叠加形成相长，增加能量的正负和强度，连带提升我们散发的能量场。所以他们在行为举止中展现的气场，就像他们在身体上展现的能量是一致的。一个频率的能量越强，越不会轻易地被破坏或影响，而且会带动其他频率和自己发生共振。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能量强大的人可以凝聚人心，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拥有治愈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改变别人的频率。气场强大的秘密就是你散发的信念。有的人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气场，但在某个属于他们的时刻和舞台上，他们却可以发光。如果你相信的，你感受到的和你身体展现的是一致的时候，你就会散发撼动人心的力量。我们多半的人气场偏弱，是因为我们缺乏根基的信念或自信，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你的能量就会在不同的人群中变来变去，这也是为什么通常越坚定自信的人会有更强的气场。人体是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载体，我们的意念可以创造很多超乎认知的可能性。其实气场并不神秘，因为它就是一个人的修为、身体、意识自然呈现的能量。如果有强健的身体，他一直去提升自己的意识层次，自然就会有很好的气场。但气场也很神秘，因为它可以在你开口之前就先影响别人，让人可以信任，受人青睐。即使在没有交流的陪伴中，你的存在也能疗愈别人，改变别人的频率，给人力量。关于气场还有太多范畴，因为人的能量场其实可以细分很多种维度，它们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一句古老而神秘的格言说，思维带动一切能量，你头脑中在想什么东西，你的气场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气场会随着思维的改变而调整自己的频率。如果你将全部精力集中于一次重要的会议，气场就会将频率自动调整为严肃模式，来配合当前环境。如果你一心盼望着去度假，那么在假期到来之前，气场就会呈现更加放松和休闲的频率。因而气场也是你加深对自己思维模式的理解，以及加强对它的控制的一种方式。外界的能量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你，它们不断撞击你的气场，影响你的平衡。这些能量有可能是愤怒或贪婪的，有可能是温情而友好的，也有可能要霸道地操控你的能量。你只有对自己的气场变化敏感起来，才能有意识地控制住出入你气场的能量。气场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也是一个人自带能量的精神名片。一个人的气场强度决定着他生命呈现的广度与深度。在生命领域，无比有更有力量。看不见的往往决定着看得见的。气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却实实在在地形成你的影响力，悄悄吸引与你同频的人、事、物，从而显化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命运。气场的形成是一个人身心灵能量的总和，包括身体场、情绪场、认知场、环境场与意识灵魂场。其中意识力量是生命的中脉，是气场的魂之所在。意识越纯粹，精神越强大。真正厉害的人懂得修炼气场的核心是认知的觉醒与意识的进化，他们不断净化纯粹自己的意识，提升生命的格局，让意识始终保持在一种干净的状态，灵明通透，顶天立地，定中守一。心光明则一切光明，心慈悲则万物生长。回到你自己，存静气，养静气，持静气，成正气。10个干净精神纯粹意识的极简心法，带你快速通向生命气场的巅峰。01敬畏天道。敬畏天道是认知觉醒，敬畏天道是身心整合，敬畏天道可以快速提升意识，净化气场。对天道心怀敬畏，是一个人开智慧、具能量的真实开始。天道是宇宙法则，是宇宙智慧，是宇宙意识，它是天地间万事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与背后推手，在悄无声息地推动着宇宙整体的进化与升级。当你站在生命整体觉醒的层面上，让自己的意识保持沉浮，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融入到宇宙浩瀚无垠的意识海洋中，顺应天道，你就为自己打开了广阔且充满生机的精神创造空间。意识具有无限超越性，对意识高级的净化就是敬畏天道，顺应天道，把自己直接融入到宇宙脉动的整体大背景、大意境中。02爱与慈悲。爱与慈悲是最高级的意识纯粹，也是人生最强大的气场。爱与慈悲不是一种单纯的人生情感，而是一种整体的生命智慧。在真正爱与慈悲深刻而系统认知基础上建立起的身心气场，本质持久而生机盎然。宇宙天生就有一种向善的内在意志，生长万物，包容一切，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推动着万事万物的进化。当你洞察到这种内在的规律，自觉打开意识，敬天爱人，你的人生出路自然光明立现，智慧充满。在宇宙全息整体发展系统中，一切都是全息的，万事万物都是全息意识场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万事万物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你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延展与呈现。万物即你，你即万物，你即宇宙，宇宙即你，一切都是和谐共振的整体。当你以这种万物同体、天人合一的境界看待周围的一切，自然会生发出天然的慈悲喜悦之心。
让天地进入身体，把万物视同手足，把他人当成自己，做事无我利他。你的意识温柔、细腻、欢喜、光明，你的气场自动居物。巨人03，使命归位。使命是意识觉醒与生命跃迁的助推器，因缘际会，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觉醒时刻，而觉醒的早晚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人生最大的幸运不是创造了多大的物质财富，而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一个人即使在普通，即使他深陷泥潭，但只要他找到自己的内在使命，他立马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焕发出勃勃生机，全身充满灵感与智慧。做好的人生智慧是中现光明，以意识的确定性消解周围环境的一切不确定性。心怀使命的人，对于世间的喧闹与嘈杂，他不再是被动忍受，而是自主超越，主动升级，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进行身心创造。真正厉害的人能够坚守自己的意识领地，净化自己的意识领地，以使命为中心，定中达外，一心一意地去运用自己的天赋，在单点深入中寻求生命的整体突破。04，欲望极简，始于心，终于心。人生一切从心开始，学会做减法。欲望极简，使命光明，会让一个人彻底脱胎换骨。意识干净是一个人精神力量完美呈现的必要条件。意识越干净纯粹，意识的穿透力越强，身心气场也就越强大。真正区别就在于，厉害人物能够操控自己的欲望，升级自己的欲望，把宝贵的意识资源投入到无限的精神财富创造中，从而完成生命的跃迁。人生究其本质，就是一场意识的丰富与圆满。所谓欲望升级，就是极简自己的物质欲望、名利欲望，将自己的欲望导向自我成长与内在创造的精神频道上来，给意识更加自由、更加广阔、更加光明的出路。想要真正成事，背负着重重欲望是走不远的，只有勇敢舍弃，大胆断舍离，让自己脱离低级趣味的欲望满足，意识才能保持干净透明的灵明状态，从而引发出更多更本质的人生智慧。05，认知归零。越是高手，越懂得运用归零智慧。他们明白，只有保持空杯的心态，才能得到意识的不断跃升。他们懂得进入，不分辨，不对立，不攀附，不控制，以一种纯然的身心状态去感知觉察一切智慧背后的精华。他们坚持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认知理念，不断地打破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破就有意识圈子与层次，从一切开放的智慧系统中汲取灵感，不断实践，
不断复盘，在螺旋式上升中完成认知升级。归零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包容一切，允许一切，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当一个人意识处于零的状态，他的精神是自由的，是空灵的，是纯粹的。智慧是自由流淌且永不枯竭的。进入才能发现，超越才能拥有。终身学习时代，也只有保持谦卑，保持敬重，主动去进入高人智慧与经典智慧的轨道，你才能让自己的意识不断获取智慧的滋养，完成底层认知的超越。06. 精神内返。精神向外是人生自我禁锢的开始。当一个人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门户打开，就会失去对自我的控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从精神进化的角度来看，五感六觉的发达并没有整合人的身心功能，反而在一定意义上大量消耗着生命能量。人们习惯于眼睛向外看，耳朵向外听，精神向外攀附，意识被虚幻的外在世界所控制，失去了空灵的本心。精神向内，内向性运用意识，不是单纯的关闭自己的感官门户，而是凡事合着身体，合着意识，身心合一，定于中而达于外，不让自己精神外露，守住自己内心的定海神针。一方面学会不看、不听、不想那些消耗人生能量的东西，安静下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要主动看该看，听该听的，想该想的，把意识浪费在那些美好积极的东西上，用光明充满自己，让光明充满自己，自己就是光明。07. 保持静默。静默状态是意识进化的必经途径，真正有价值的精神创造也都是在身心静默状态下完成的。真正厉害的人都会为自己主动创造静默的环境，在安静中向内用功，因为他们懂得越安静越有力量，身体越放松，意识越安静，自己就越容易进入纯粹合一的身心和谐状态，从而展现出强大的气场。学会放松是人生的必修课。很多普通人一生无成，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不会放松，特别是精神放松，从而使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得不到舒展，生命得不到酣畅淋漓的创造与呈现。安静下来，放松身心，身松一尺，身心和谐共振，生命鲜活生动，这是一种真正美好的人生享受。一旦你喜欢上这种高级的自我善待，你就会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力量的源泉。静默可以检验自己的灵魂深度，让自己有机会向内关照，发现灵魂深处的明珠，从而照亮自己前行的路。静默不仅使身心凝聚能量，得到自动疗愈，
更可以直接链接宇宙，融入自然，从天地之间获取能量与高维智慧。08意念聚焦，真正厉害的人都是意念聚焦的高手，他们定力非凡，能够排除一切干扰，把自己的意念集中到自己当下所做的事情中，在身心合一中快速成事。在灵性世界有一种17秒纯念理论，17秒是思想变物质的临界点，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聚焦于你所想要的，达到或者超过17秒，而且是没有任何杂念，那么你的目标很快就会实现。当一个人精神极度专注，他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意识自由流动的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身心合一，人事合一，人事境合一，一切和谐共振，没有精神内耗，只有意识的自觉演绎，灵感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在精神聚焦的状态下，意识能够直接进入事物的内部，看清本质，并能有效组织相应的资源，给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进入忘我状态，他的意识会形成强大的气场，自动吸引他所想要的人事物，将他的蓝图直接显化落地，心想事成。09心怀感恩，感恩就是意识的净化与纯粹，感恩是一种高维智慧，更是一种难得的觉醒境界。感恩是能量，感恩是信息，感恩是气场，感恩是吸引，感恩是显化，感恩是觉醒，感恩是合一，感恩可以快速整合身心气场。当一个人心怀感恩，感恩生命中的一切，他的身心会自动融合，和谐共振，从而使意识场呈现出柔和统一、细腻纯粹的特征。越是成功的人，越是愿意让感恩成为一种意识，一种习惯。他们习惯把感恩的认知与行为融入自己的神经血液，进入自己的每一个身体细胞，进入自己深层次的潜意识，让感恩自然而然成为自己的生命自觉。凡是从积极角度出发，生命中发生的一切没有好坏，它们都是来丰富你的意识，警醒你的灵魂，都是为了来成就你，圆满你。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以感恩一切的态度面对生活，你会很容易超脱人生的起起伏伏，进入意识创造的广阔天地。慎独自律，头顶3尺有神明。当你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你的意识会得到自动净化与升级。越自律，越自由。意识自律是一个人精神强大的秘密武器。一个人无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能时刻自觉管理自己的意识活动，保持意念干净光明，他的意识就有了更大范围的自由。真正厉害的人，每天都会在睡前养成反省自我的习惯，他们停止抱怨，舍弃不必要的纠结与焦虑，
把一天中美好的精神体验与意识创造固化到自己的身体中，成为自己的潜意识，成为自己的生命。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场意识的修炼。身心归位，合一中正，纯粹意识，光明灵魂，这是生命觉醒践行者的一生必修。头顶有光，脚踏实地，平和喜悦地在当下的生活中修行，这是一种真实的喜悦与幸福。意念越干净，意识越纯粹，气场越强大。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提升气场。当你的气场变强大了，你的心态或者运气方面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